眼前这只挪屁股追火车的搞笑熊，就是长隆老佛爷梅青。老太太刚下山进城，没玩过这么高级的，不知道自己的饭盒为何会一直跑。原本22岁的梅青已经不再对外展出，但因为最近长隆熊市变动，辣妈婷婷血压有点高，需要回后山静养，于是梅青便替她下山整顿熊猫村，成了酷酷的新邻居。毫不知情的酷酷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快乐的哼着小曲准备回家，结果被暴脾气的梅青亲切问候，毫无招架之力的酷酷直接被骂一猛。高高兴兴下班去，结结实实挨顿骂。清汤大老爷谁能给熊家主持公道啊？也许这些年被邻居们骂习惯了。第二天酷酷回家时再次哼起了小曲，大文奶爸赶紧提醒他悄悄地回去，免得又被梅青骂得不敢还嘴。之前辣妈婷婷做酷酷邻居的时候，这小子偶尔还能还几句嘴，但在老佛爷面前是一声都不敢吭。毕竟村里熊都知道梅青脾气大不好惹，路过的狗都得被他骂两句。然而酷酷还没从背后的阴影中走出，却得知自己的小火车也被玫瑰妃霸占。这下酷酷的天是真的要他了，眨巴着卡姿兰大眼，委屈巴巴的跟奶爸诉苦。新邻居的见面礼，熊真的承受不起，但奈何饲养员也无能为力，毕竟梅青脾气上来会平等创飞每个人。有一次大文奶爸给梅青投喂苹果，结果苹果直接顺着滚到了木架下面，懒得起身捡的梅青立刻扭头瞪着奶爸，肚子一鼓一鼓的，仿佛憋了一肚子气。如果眼神能刀人，此刻奶爸已经嘎嘣了。然而大文和酷酷一样并不长记性，当玫瑰妃像往常一样睡美容觉的时候，奶爸怕她睡醒了没饭吃，便扔过去一捆竹子，弄出的声音把梅青吓得直接弹跳而起，生怕有刁民想害朕。当发现罪魁祸首是大文奶爸后，玫瑰妃想刀人的眼神挡都挡不住，小嘴跟抹了蜜似的骂骂咧咧，这个破竹子非吃不可吗？玫瑰妃不仅是长隆脾气最大的熊，嘴巴也特别的挑剔，只要闻上去不合胃口就一定不会吃。这天饲养员给梅青安排了黄金竹，可玫瑰妃却一脸的嫌弃，奶爸扔过来一根，她捡起来闻一闻就放下，仿佛在说这刀剁过大蒜吗？最后逐渐失去耐心的梅青连闻都懒得闻了，小拳头攥得帮紧，真怕他突然捡一根给饲养员砸回去。玫瑰妃果真是平等对待所有人，到福宝没吃到竹笋生气翻滚，才明白混世小魔王的状态又回来了。起因是福猪猪最近迷上了吃笋，半米长的火箭炮笋能连炫3-4根，好吃到卡姿兰大眼都不自觉眯着。但由于竹笋的含水量比较多，而福宝吃的竹竿和竹叶又比较少，他拉出了形状独望无突的便便，看上去软塌塌的像拉肚子一样，这也导致许多不知情的以为福宝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，一激动差点又把徐奶爸挂网上。其实只要福宝恢复竹竿竹叶的采食量，青团也会慢慢恢复正常的样子。而奶爸出于福宝健康以及自身安危考虑，早上送加餐时便没有放他最爱的竹笋。福宝发现后当即跑回内舍找对方评理，只可惜谈崩了，气得他连滚带爬的跑出来，毫不客气的把自己的小饭桌掀翻了。我混世大魔王可不是那么好拿捏的。虽然福猪猪的愤怒值比天还高，但熊是铁饭是刚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他在生气和干饭之间选择了生气的干饭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咬竹叶的用力。小徐惹怒我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随后小魔王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，只见他连着翻了几个奶爸不允许的跟头，并倒挂在树上用力拍打上面挂的红球，生怕屋里的徐奶爸听不见这里的动静，只能说这哪里是福宝宠粉整活，分明是混世魔王的大型示威现场。不给我吃的同样把你挂网上。当福宝信心满满的来到小卖部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摇晃着小脑袋点餐时，认命的徐奶爸乖乖给小祖宗奉上竹笋，而福猪猪也终于不再生气，得意的炫起了饭。果然没有什么是一根竹笋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没有就来2根，再加个小苹果。恐怕徐奶爸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饲养过那么多性格迥异的熊猫，到头来被一只4岁的小魔王狠狠拿捏。没办法，谁让福宝是唯一的女孩，小姑娘再调皮也得流着泪继续宠下去。徐奶爸观察到福宝不光喜欢吃竹笋，还特别喜欢坐在门口角落里炫饭，因此他会把超大号竹笋和竹子放在墙角，这样福宝不仅不会被游客声音吵到，也能安心靠在墙角舒服的嘞。当福宝玩耍时把自己蹭成大花脸后，徐奶爸为了维护女明星的形象，赶紧趁加餐时间把闺女擦得干干净净，主打屁股可以脏，但脸绝对不行。对此网友提议让福宝全身都蹭上，必须让奶爸把帕子擦出火星子。不得不说网友是有点小心思在身上的，既能看福宝挖煤又能折磨老徐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小熊精辉宝的脾气有多大？简直是爱宝乐园最不好惹的存在。宋3岁只是轻轻摸了下辉宝的屁股，小家伙当即炸了毛，气势汹汹地转过头，小手使劲一拍地，再碰我一下试试。如果眼神能刀人，恐怕宋3岁早已 game over。与福宝只霍霍宋3岁和艾女士不同，辉宝小脾气上来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。有次江爷爷试图纠正光君的坐姿，想让他面对游客吃饭，结果一身反骨的光君直接原地葛优躺，就是说这白眼翻的真的好瞧不起人。这天辉宝追着宋3岁进入员工通道，本想赏脸让对方陪自己玩一会，没曾想被忙于工作的老宋几次拒之门外。我们光君大王何时受过这种气？一怒之下直接就奔着艾女士去了，二话不说就给了妈妈一套喵喵组合拳。幸亏爱宝忙着吃胡萝卜没工夫搭理他，不然铁定得给光君一套爱的教育。
虽然辉宝和爱宝对打从来没赢过，但光军大王从来都不服气，哪怕打不过也要还手，就是要硬刚。和虫洞二馆长一样，从不内耗。当初兽医打针时弄疼了光军大王，小家伙的怒火蹭一下就起来了。要不是江爷爷在后面拼命拖住他，恐怕兽医逃跑的时间都不会有。而看着罪魁祸首笑嘻嘻地蹲在门边，辉宝眼神里的幽怨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有本事进来咱俩 battle 一下。可以说没人能在辉宝面前全身而退。不过在面对最喜欢的圣西姨母时，双标的光军却会收敛爪牙。当初姨母入辉宝的脸蛋时太用力，让他在众多游客面前出了洋相。有女明星包袱的光军瞬间天都塌了，默不作声地跑到一边生闷气去了。只能说要是换成宋3岁，光军大王肯定要与他不死不休。直到圣西姨母拿着小苹果来道歉，辉宝的态度才算缓和了一些。不过当姨母搂着瑞宝亲亲抱抱时，嫉妒到面目全非的光军气得冲上去就是干，被提溜起来后仍不依不饶的要咬对方，这简直就是醋坛子被打翻的人类小孩子啊！其实辉宝喜欢姨母不是没有原因，毕竟姨母会给光军带好吃的小零食，而宋3岁既会打针又会喂给他驱虫药，罪行罄竹难书，让熊无法原谅。不得不说，宋3岁简直比黄连还要苦。为要这件事从福宝到辉宝瑞宝，最后全都被记恨上了。强烈建议他下次戴个头套遮掩一下。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显眼兵。这只坚持熊掌在上，否则就会急眼的小熊，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妈敏敏。虽然都已经是做妈妈的熊了，但敏敏一身反骨，还是著名的嘴炮团成员之一。这天，敏敏正缩成一团安静打坐，奶爸使出10级猫语喊她回家吃饭。明明吃饭了。虽然不太确定明明有没有听懂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不想再听奶爸唠叨，直接转身撅起屁股，正对着奶爸就开始拉亲团，像极了对方不愿意搭理你，并投来一坨屎。有这么一位搞笑女妈妈，她的孩子自然都是熊中龙凤。这只和胖妍同款委屈脸的小熊，其实就是她的亲弟弟满满。两熊相似程度，亲妈见了都得愣一愣。不同的是，满满的头平的能顶起一瓶汽水，而满满和灵颜不仅长相犹如复制粘贴，就连搞笑的气质整活的本领都如出一辙。满满最喜欢霍霍院子里的小树，只需一个雄定重击就能让枝干妻离子散。好家伙，兄弟俩真是不分伯仲的胖啊！很想问敏敏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生2遍？听说哥哥凭借整活从小透明逆袭成形象大使后，满满也开始当起了显眼包，要把蓝叶盖上时，不仅雨天蹦迪上演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还趁游客多的时候来了个舞蹈串烧。只见这小子双手抱头，左脚画圆，右脚踢，随后一个助跑，顺着斜坡来了个5连翻滚。收尾时不忘5个诗，感谢姨姨们的捧场。感觉他和灵颜一样，一天天有使不完的牛仔。胖妍虽然是熊猫圈最会整活的小熊，但毕竟今昔不同于往日。灵颜凭实力当选了栾川旅游形象大使，如今再见到胖妍就得喊一声严局了。估计此刻还在加班删除黑历史吧，毕竟他可是熊猫界涉黄第一熊，还有动不动就把奶爸挂网上的前科，日常整活翻车也是家常便饭了。其实敏敏的3个孩子阿杰、灵颜和满满都用了同一个样貌模板，只是长得好看的是阿杰，长得好笑的才是灵颜和满满。阿杰出生时的体重达到212克，使得首次生产的敏敏难产了3天，才终于把这小胖妞生下来。虽然阿杰不像弟弟们那样活泼，但骨子里也是个实打实的搞笑女。熊生最爱打坐修仙和干饭，主打一个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，并且阿杰还喜欢颠倒看世界，这柔韧度不知要让多少舞蹈生泪目。有时他还会为一口胡萝卜表演倒栽葱，把围观群众刘奶妈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对不起，糟了，天哪！你为了吃这里是……不得不说，敏敏是懂遗传的，无论老公是谁，孩子都和她长一样。花花和润月的感情有多好？只要不干饭，永远是最好的朋友。虽然二狗最喜欢吃花花严选，但他真的很爱妹妹。第一次见面时就忍不住靠近对方，小脑袋温柔地靠在宝宝花身上。此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后来花花被交由干妈圆润照顾，虽然她分走了妈妈的奶和爱，懂事的二狗却从未因此记恨花宝鸡，反倒把花花当亲妹妹看待。因为花花天生后脚掌外翻，学习爬树总是比其他小熊更费劲，把干妈圆润逼到生无可恋，最后干脆摆烂，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二狗就自告奋勇的替母叫花，只见他先是摇头晃脑的爬上去做示范，下来后小手霸气一挥，示意花花大胆爬，有他在下面接应。只可惜花宝鸡只学会了摇头晃脑，爬树的技巧是一点也没掌握。一旁的二狗急得都要开口说人话了，姐妹俩也会在沟里尽情打闹。花花尽情撒娇，二狗则低头跟她贴贴，像极了当初圆润淼淼分开前一天抱在一起依依不舍的样子。因为润月比花花大了1个月，提前来到了谭爷爷的幼年园。他和花花重逢后非常高兴，立马跑过去守护正在睡觉的花花，困了就趴在他身上眯一会。就连谭爷爷喊二狗来吃加餐，一向最爱干饭的他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不愿离开失而复得的妹妹。这委屈又倔强的小表情真的让人心软软。这天外场突然传来孔雀的尖叫声，
受到惊吓的4小只立刻飞奔着爬上树。艾九和叶和二狗很轻松爬了上去，唯有花花爬得特别慢，心里害怕极了。于是二狗爬到一半特意停下来等他，并将最方便的树杈留给花花，自己则爬到较高位置放风观察地面情况。不得不说，闰月真的是只很暖心的小熊。有次花花从树上跌落，倒挂在木架中，他害怕的拼命挣扎，眼看就要脑袋着地。二狗赶紧推来轮胎接住跌落的花花，花宝鸡这才平安无事的回到地面。就冲这一幕，二狗吃点花花严选怎么了？此外，两熊还有些可爱的小默契。花花一坐，二狗就知道他要靠过来了，伸出小手托住花宝鸡的后背，花宝鸡便顺势躺在姐姐怀里撒娇。有时圆润都找不到宝贝花的脖子，最后只能选择叼她的腿或者屁股，可二狗却能精准的一把搂住花花的脖子，简直是霸总和娇妻文学照进现实。虽然现在二狗和花花分开了，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。沉迷干饭的二狗进军狂飙界，拥有了梅兰肉肉同款身材，而花花则担任了文旅局局长，每天勤勤恳恳地为家乡发展做贡献。或许他们往后熊生都不会再见面，但相信这份友谊将会长存心中。小熊精于爱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这天奶妈出来提醒艾姐下班回家，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，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。而且于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，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，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，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。其实艾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，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，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，很难不怀疑艾姐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偷走。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，艾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。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。艾姐迫切的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，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，只是轻轻一拽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。随后艾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，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，一手扯开了绳子。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工。而艾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了，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艾姐已经胜了，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。此刻仿佛看到上学17碾压全校的学生。这天外公陪两熊玩老鹰抓小鸡游戏，他在前面跑，可爱在后面追。在经过弯道时，艾姐只思考了0.01秒，就果断选择抄近路去追外公。笨蛋哥哥只会跟着饲养员的路线跑，难怪外公感叹于可想到时于爱已经做到了。先前可爱兄妹和二顺分开的时候，妈宝男饭也不吃，崩溃的趴在门口要妈妈，而艾姐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哥哥强一些，坐在木架上吃奶爸放的4根笋笋。不过懂事的于爱并没有全部吃完，而是特意给哥哥留了2根。试问谁能不爱如此聪明暖心的小熊呢？不仅如此，艾姐的模仿能力也是一流，会故意模仿哥哥从树上掉下去的糗样，还杀熊诛心的蹦起来嘲笑可可，结果被恼羞成怒的于可追着胖揍。当夏天到来，阳光烤得头脑发昏时，爱美的于爱就直接把王八壳扣头上，既能 cos 神龙大侠阿宝，又能防晒，真是一物两用，不但美观还实用。果然于爱的爱就是爱因斯坦的爱，要是有一天爱姐开口说人话，恐怕猫粉们也不会太震惊。闵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斜眼。这只坚持熊掌在上，否则就会急眼的小熊，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妈敏敏。虽然都已经是做妈妈的熊了，但敏敏一身反骨，还是著名的嘴炮团成员之一。这天敏敏正缩成一团，安静等坐，奶爸使出10级猫语喊她回家吃饭。明明吃饭了。虽然不太确定明明有没有听懂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不想再听奶爸唠叨，直接转身撅起屁股，正对着奶爸就开始拉亲团，像极了对方不愿意搭理你，并投来一坨屎。有这么一位搞笑女妈妈，她的孩子自然都是熊中龙凤。这只和胖妍同款委屈脸的小熊，其实就是她的亲弟弟满满。两熊相似程度，亲妈见了都得愣一愣。不同的是，满满的头平的能顶起一瓶汽水，而满满和灵妍不仅长相犹如复制粘贴，就连搞笑的气质、整活的本领都如出一辙。满满最喜欢霍霍院子里的小树，只需一个熊定重击就能让枝干妻离子散。好家伙，兄弟俩真是不分伯仲的胖啊！很想问敏敏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生2遍？听说哥哥凭借整活从小透明逆袭成形象大使后，满满也开始当起了显眼包，要把蓝叶干上市。小五不吃不喝挂树上整整20个小时，冲上热搜，风头直接盖过齐三妹。原来他才是虫洞真顶流。只见小五众目睽睽下越过塑料膜，征服了院子里这棵最高的大树。姨姨们都在担心他一不注意掉下来，结果这小子倒是悠哉的很，扭着屁屁跟下面的游客们撒娇卖宝。外公担心小五踩到塑料膜失足摔落，赶忙电话摇来施工队将其拆除，然后还让莽妞妞出来接熊孩子回家。结果担心挨揍的小五爬得更高了，外公以为小家伙饿了自然会乖乖下来，
没曾想倔脾气的小五直接杠上了，从下午1点多一直带到天黑。就算馆长端来盆盆奶也是收猫失败。这一夜许多猫粉也是难以入眠，都想知道小家伙究竟有没有回家。等到第二天早上匆匆赶到虫洞一看，一晚没回家的小五居然还挂在树上，已经整整20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，能看出他想要翻红的心格外强烈。但当外公再次端来美味的盆盆奶后，饥肠辘辘的小五态度不再那么坚定，犹犹豫豫地爬到了树腰上，而外公也适时地把盆盆奶送到他嘴边。看到验过货的小五彻底放下了戒备，外公赶紧从背后抱住他往下面拖，馆长也及时上来帮忙，以免这小子又上树。虽然最终成功收猫，但外公却踩空摔倒了，看他走路一瘸一拐就知道这一摔有多疼，只能说小五还是悠着点整活吧，别到最后这棵大树也被休整了。其实作为熊猫界最犟的崽子，小五打小就特别不服旁人的管教，饲养员想让他多晒太阳不改，结果这小子铁了心想回家找妈妈，甚至还使出了调虎离山之计。奶爸只好把小五抱到未开发区，这下小家伙终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气得他张牙舞爪的要跟饲养员 battle。只可惜这奶凶的模样实在是太可爱，萌的墩墩奶爸忍不住多跟他玩了一会儿。等到莽妞妞闪亮登场带娃营业后，众人才明白小五的倔脾气是随了谁。鸡娃的莽妞妞只想教孩子爬直树，然而一身反骨的小五却偏要爬斜木架，就算被妈妈暴锤也不肯服输，实在不耐烦了就跑去征服了扎屁股小树。毕竟在他看来，小树也是直树，有何不可？而在鸡飞狗跳的生活中，小五还凭借自身实力频频上热搜，又是决定放屁，又是扶树仰天痛苦，23届熊猫顶流的身份名副其实。不知未来其三妹能否超越小五表哥，给姨姨们带来更多惊喜呢？到福宝2次扔掉胡萝卜，才明白他如今的生活有多富足。要知道福宝回国前最爱胡萝卜，每天都想着怎么偷吃妈妈一口胡萝卜，谁料回国发现老家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曾经的最爱反倒成了最次的选择，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合口的胡萝卜扔掉。只见福宝正众目睽睽下表演假吃，滴溜溜的小眼神时不时往内射偷瞟，随后就见他右手挡着左手潇洒一甩，就这样胡萝卜不小心掉到了地上。做戏做全套的福猪猪丢完胡萝卜，嘴里还装模作样的咀嚼着空气，这演技直接秒杀内娱一众小鲜肉。但福宝怎么都想不到满分的演技，最后却因场外的姨姨们而露馅。福猪猪内心 OS 还能不能愉快玩耍了？奶爸听说福宝偷偷摸摸搞小动作后，送完加餐直接站在一旁监督他吃胡萝卜。没曾想小熊精在奶爸面前吃的嘎嘣香，对方一走立马嫌弃的把胡萝卜扔掉，这变脸速度简直比翻书还快。毕竟现在福宝有了最爱的糖心苹果，当然得最先吃小苹果了。除了各种美味把嘴巴养得刁刁的外，奶爸奶妈们的爱同样让福宝能够肆无忌惮。为了补回福猪猪假孕期间掉的秤，宠娃的奶妈直接给小家伙送来一捆竹笋，还放上了他最爱的苹果和窝头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苹果的脆爽多汁。看到福猪猪好吃到露出天鹅颈，网友辣评谁要是偷了福宝的苹果，估计会被追着砍18条街。刚回国的小福吃笋都是先剥干净，从头到尾全吃光光，一点也不浪费，有时吃完一堆笋剩下的笋皮，看上去比其他小熊剥完一根的都少。而现在福猪猪吃笋主打一个豪横，不管3七21，先吃美味的笋尖尖，每一口都很用力，好像在吃山东大煎饼。至于究竟吃不吃笋屁屁，全看心情。财阀家公主的身份地位丝毫没有改变，在美食的滋补和饲养员的暖心照顾下，福宝感觉比刚回国时更珠圆玉润了。贵妃躺的姿势更是迷晕一众猫粉，就是说怎么会有如此甜美可爱的熊熊。而为了骗苹果吃，福宝更是化身戏精。当徐奶爸把笋挂到丰绒上面后，小福满脸委屈的靠在树上，这表情简直让徐奶爸心疼坏了。自责的他为了弥补福猪猪，给小家伙递来一整个红润饱满的苹果。没曾想福宝吃完浑身是劲儿，一溜烟爬到树上摘笋吃去了。不得不说福猪猪是会玩卖惨套路的，但想必徐奶爸也是心甘情愿被拿捏吧，毕竟福宝可是他现在唯一的胖闺女。希望小福同学未来永远开开心心健康成长。见花花和叶被无人机吓到乱窜，才明白无良游客究竟有多过分。近日有游客为了节省排队时间，竟直接在6号别墅里放起了无人机，发出的嗡嗡噪音令花叶姐妹恐惧不已，立马跑到后花园里躲了起来。荷叶害怕地钻到树下的草丛里，并不断发出声音驱赶着未知的危险。花花则想要爬到大树上躲避，尽管因体重的增长爬起来非常吃力，但出于恐惧还是很努力地继续往上攀爬。能看出花叶姐妹是真的被吓到了。谭爷爷听闻火烧火燎地跑了过来，满脸心疼地想要把花叶姐妹叫回家。然而就算无人机引发了如此轰动，背后主人却始终没有让机器撤离现场，以至于谭爷爷无论如何呼唤和安慰，花花叶子依旧恐惧地躲在角落不出来。于是安保大哥在其他游客的帮助下，直接超网把无人机击落到了地上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游客纷纷拍手叫好。事后基地第一时间找到涉事游客，据说还将其交给了帽子叔叔处置。要知道园区内是禁止无人机飞行的，只因大熊猫通常依靠听觉感知周围环境，它们的听力比人类更为敏锐和灵敏，无人机声音对熊猫来说像在耳边爆炸一样，
而这也不是花叶首次被游客叨扰了。这天，花花正躺在木架上睡觉，谁料一不良游客为了让他起来营业，竟拿食物砸在了花花身上。醒来的花花好奇地嗅闻着食物，甚至用嘴叼起来想要尝一口。好在收到游客通知的谭爷爷及时赶到现场，用小苹果和窝头转移走了花花的注意力，才避免了一场潜在意外的发生。真不知道不良游客究竟想干什么。明明熊猫馆外到处有禁止投喂的标识，却总是自顾自地做一些冒犯举动，更有甚者还故意戏弄大熊猫。当初外场气温很高，叶子被热得躲到草丛里奈凉，谁料游客竟然播放谭爷爷的录音，只为把荷叶吸引过来拍照。平日最听爷爷话的荷叶听到后，即便热得吐舌头也屁颠颠地跑了出来。可他翘首以盼了很久都没发现谭爷爷的身影，失落的叶子便顶着高温坐在地上等待。看不下去的粉丝将此事告知保安，这才阻止了不良游客播放录音的行为。而谭爷爷也把荷叶喊回家吹空调去了。只能说真正爱熊猫的人绝不会为一己私利而去挑逗它们。更过分的是一些搞熊猫歧视的人，当初荷叶只是站在了花花身前，竟然就被游客几次三番的无情驱赶。或许游客是想给花花单独拍照，但对于有4岁孩子智商的荷叶来说，却是无缘无故的嫌弃和恶意。只希望各大基地动物园都能加强管理，为国宝们创造更舒服安全的环境。眼前这只颠倒看世界的小熊，就是梭子蟹宝宝振声。作为一只女熊，从被取名为振声的那一刻起，它就注定成为天生抽象圣体。别的小熊高兴时都是奶乎乎的叫，一整个甜到了依依的心里，而振声却是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。骑猛了看见熊猫借马力了，正所谓终将被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，振声就格外痴迷一切夹子音。据说当初他只要奶妈不要奶爸，直到来了一个会用夹子音说话的奶爸，这妮子才勉为其难的接受。就是说这不巧了吗？联动刚好有位夹子音的大龄单身男熊，让他和骄傲一块伺候郑大王也不是不行。就是不知这位男青年抗不抗揍，毕竟振声不仅拥有迷人女中音，战斗力也很对得起他的名。小时候拳打弟弟欠保脚踢0年同学，这一幕也被网友称为梭子蟹大战车座子，顺便抢一抢真不高兴的笋笋。而且振声的胆量也令无数猫粉惊叹。有次他趁奶爸奶妈不注意翻越围墙，大摇大摆地走在高高的护栏上，把一旁的清洁工都看傻了。甚至有次出于好奇直接抱着电线砍，好在没有通电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感觉振声老祖宗在底下头都磕冒烟了。长大后振声开始在树上参禅打坐，主打修身养性我佛慈巴，偶尔弯腰决定来个颠倒看世界。或许这样做能看到更远处的风景吧。作为熊猫界最会玩玩具的熊猫，振声不光会倒着走滑滑梯，一个跟头还能把自己装进了王八壳里，感觉他已经把盆当摇摇床用了。深更半夜，别的小熊都进入了梦乡，唯有宽姐悄悄倒立爬墙锻炼腰腹力量，力求在奶爸过来挑逗自己的时候，掰弯围栏冲出去给他个教训。这天奶爸给振声拿来了美味黄金煮，为了增加互动，需要宽姐表演个才艺。凶一个。振声为了口吃的不得不违心配合，没曾想听上瘾的奶爸迟迟不交出竹子，怒火被点燃的振声开始骂骂咧咧。吓我一跳！小天怎么脾气这么大？看到振声眼中瞬间涌现出了杀意，你这几天睡觉最好别闭眼。奶爸吓得赶紧双手给他奉上竹子，只能说惹到郑霸天算是踢到铁板了。而如此霸道的小熊网友们爱了吗？谭爷爷的心上熊谭新淼终于出关了，小家伙看上去比之前圆润了不少，走起路来鼓鼓囊囊的，肚子一晃一晃的。而看到淼淼肚子上显眼的红色纽扣，不少网友猜测她今年又当了妈妈。别的熊猫妈妈都是军训式带娃，利用血脉压制把熊孩子治得服服帖帖，而娇弱的六水公主则主打碰瓷式带娃，娃一碰就倒，一生气就跳脚。当初淼淼帮闺蜜圆润照顾女儿润九，捣蛋的熊孩子把弱不禁风的六水公主直接从木架上推下去，摔猛了的淼淼先是愣了一会，然后立马起身想给熊孩子一个教训，没曾想被力大如牛的润九一头撞翻。这下淼淼是真的被气到崩溃，她本想跳起来打孩子，但又没舍得，只好无能狂怒陈圆润：“你欠我的拿什么还？”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嘴馋抢圆润的苹果，可也没人告诉她要带娃还债啊。其实也不怪六水公主动不动就崩溃，毕竟除了一出生就注定不凡的润九，淼淼的亲生孩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有次调皮的惊喜非要爬危险的木架，不想让孩子受伤的六水公主奋力阻止，结果被惊喜拽倒，重重摔到了地上。淼淼被气得直接晕了过去。小宇宙爆发的淼淼决定不忍了，决心让熊孩子知道招惹妈妈的严重后果。化身恐怖直立元猛地把他推进了沟里，没曾想一扭头，惊喜就站在自己眼前。淼淼以为撞鬼了，吓得瞬间摆出战斗姿势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居然认错熊了。被推下去的小倒霉蛋其实是女儿金双。俗话说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，这天淼淼又把金双当成惊喜推到了沟里。看不下去的惊喜在一旁努力拽住妈妈，妈你看看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又菜又认不清熊的淼淼心态崩了，之后便修习了掩耳盗铃式带娃大法，
每天缩在树下装蘑菇，试图骗过孩子。只可惜体型太大，一眼就被认出来了。还被熊孩子当成凳子踩着爬树，只能说淼淼和小狗圆润不愧是闺蜜，带起娃来简直是一样的搞笑。当圆润正靠在木架上美滋滋炫笋子时，不听话的熊孩子爬上来就薅住她的头皮，这一下差点把圆润的灵魂都拽出来了。当圆润耐心的教熊孩子爬木架时，调皮的仔仔仗着自身灵活，直接跑到妈妈肚子上挑衅的蹦跶，压得圆润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。起初圆润还能控制自己的小脾气，可眼瞅着熊孩子越发蹬鼻子上火，小狗忍无可忍地把它甩到地上，随后还赌气似的把自己扔下了沟。果然，任何物种带娃都会发疯。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，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。而且于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，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，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，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。其实爱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，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，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，很难不怀疑爱姐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偷走。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，爱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。这天，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。爱姐迫切地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，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，只是轻轻一拽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。随后，爱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，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，一手扯开了绳子。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工。而爱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，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爱姐已经胜了，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。此刻仿佛看到上学时期碾压全校的学生。这天外公陪两熊玩老鹰抓小鸡游戏，他在前面跑，可爱在后面追。在经过弯道时，爱姐只思考了 0.01 秒，就果断选择抄近路去追外公。笨蛋哥哥只会跟着饲养员的路线跑，难怪外公感叹于可想到时于爱已经做到了。先前可爱兄妹和二顺分开的时候，妈宝男饭也不吃，崩溃的趴在门口要妈妈，而爱姐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哥哥强一些，坐在木架上吃奶爸放的4根笋笋。不过懂事的于爱并没有全部吃完，而是特意给哥哥留了2根。试问谁能不爱如此聪明暖心的小熊呢？不仅如此，爱姐的模仿能力也是一流，会故意模仿哥哥从树上掉下去的糗样，还杀熊诛心的蹦起来嘲笑可可，结果被恼羞成怒的于可追着胖揍。当夏天到来，阳光烤得头脑发昏时，爱美的于爱就直接把王八壳扣头上，既能 cos 神龙大侠阿宝，又能防晒，真是一物两用，不但美观还实用。果然于爱的爱就是爱因斯坦的爱，要是有一天爱姐开口说人话，恐怕猫粉们也不会太震惊。闵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显眼。这只坚持熊掌在上，否则就会急眼的小熊，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妈敏敏。虽然都已经是做妈妈的熊了，但敏敏一身反骨，还是著名的嘴炮团成员之一。这天，敏敏正缩成一团，安静地坐，奶爸使出10级猫语喊她回家吃饭。明明，你吃饭了。虽然不太确定敏敏有没有听懂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不想再听奶爸唠叨，直接转身撅起屁股，正对着奶爸就开始拉亲团。像极了对方不愿意搭理你，并投来一坨屎。有这么一位搞笑女妈妈，她的孩子自然都是熊中龙凤。这只和胖妍同款委屈脸的小熊，其实就是她的亲弟弟满满。两熊相似程度，亲妈见了都得愣一愣。不同的是，满满的头平的能顶起一瓶汽水，而满满和灵妍不仅长相犹如复制粘贴，就连搞笑的气质、整活的本领都如出一辙。满满最喜欢霍院子里的小树，只需一个熊定重击就能让枝干妻离子散。好家伙，兄弟俩真是不分伯仲的胖啊！很想问敏敏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生2遍？奶爸奶妈带娃风格差距多大？熊猫咸咸仔最有发言权。这天，咸咸仔喜得新玩具轮胎秋千，李奶妈踩着木桩将绳子仔细绑好后，便把小家伙抱上去试玩。刚开始，咸咸仔差点失去平衡摔下来，这惊险的一幕直接把奶妈吓出表情包。于是他扶着轮胎帮咸咸仔找到了窍门。随后，这治愈人心的画面便出现了，能看出2位奶妈是真喜欢咸咸仔，眼里满满的慈爱，像看着自家小辈一样。难怪咸咸仔从小就爱黏着奶妈，吃笋笋时还一个劲的往对方怀里钻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开口喊妈妈。不过奶妈带娃有多温柔，直男奶爸带娃画风就有多狂野。当初咸咸仔还没喝完盆盆奶，羊奶爸就开始往手臂上裹毛巾了，随后一把抓住咸咸仔命运的后脖梗，软萌可爱的小家伙直接爆改兔子。擦完嘴，羊奶爸立马把竹笋递给仔仔，生怕不够吃，还掰了一半硬往他手里塞。结果咸咸仔吃的太急，不小心噎到，羊奶爸赶紧帮倒霉孩子拍背，这手劲儿拍的咸咸仔 Q 弹 Q 弹的。有时咸咸仔想让羊奶爸抱他回去，于是主动靠近，用萌萌哒的小眼神看着对方。试问谁能拒绝这样一只软萌的小可爱？除非他是羊奶爸，直接把咸咸仔给气走了。和他搭档的光头奶爸也同样硬核，收猫时直接拽着咸咸仔的小手，
就这样水灵灵的把它收回了家。有次咸咸仔赖在爬梯上不肯回去，要是换成奶妈，估计又得哄上半小时。可杨奶爸和光头奶爸只是眼神交流了一番，就直接连熊带梯子全都抬走。被拿捏的咸咸仔内心 OS 不对，流程不对。而被奶爸霍霍的小熊不止咸咸仔，不愿意喝盆盆奶的苏林仔扭头就想跑，结果被杨奶爸揪住头皮一把薅了回来。哪有小熊不喝盆盆奶的，必须给我喝。苏林仔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赢，只能被迫干完了一整碗盆盆奶。等到擦嘴时，又是鸡飞狗跳的场景。苏林仔拼命往前窜，杨奶爸拼命转，本来就车的仔仔瞬间变成钻头车。当苏林仔挂在树上不愿意回家时，光头奶爸愁的眉毛都掉了好几根，只能摇来杨奶爸帮忙收猫。杨奶爸看到后连缓冲机会都不给，直接强硬的把苏林仔往下拽，并把熊孩子抠住木架的小手掰开。一脸懵的苏林仔就这样被带回家了，心想我可是国宝，你们竟然这么对我。虽然奶爸奶妈带娃风格不同，但能确定的是每个人都很爱大熊猫，相信未来熊猫种族将越来越好。一猪的甜妹熊舍彻底崩塌了。你干嘛那么说？已经出到门口了。真的很不愿意相信这是媚猪的声音，谁能想到外表软萌可爱的媚猪，竟然随了正生姑姑中气十足的杠一，一觉睡醒有种白月光塌房的感觉。其实前几天小家伙独自玩耍的时候，就兴奋地发出了哞哞哞的牛叫声，但因为声音与媚猪的外貌严重不符，网友们坚定地认为是大梁奶爸在恶搞。然而奶爸却在直播时无情揭露真相，表示媚猪2个月大时声音就很粗犷了。这下姨们悬着的心终于是死了。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也排着它是有这个类似牛的一个调性，对比你那个正声的娘正声还要重。网友也表示媚猪的声音比正声更低沉，将来一定是一名出色的女战士。对此正声表示声音像我，你无需自卑。其实网友们也不用太在意媚猪的声音，毕竟妈宝女的她在妈妈面前是嘤嘤怪，甜甜小奶音一整个萌化姨们的心。而牛叫则是驱赶大梁才发出的声音，谁让外公不是偷摸自己，就是把镜头对脸上，把软萌可爱的媚猪都拍成秃脑龙啊！媚猪也是深谙随时发疯绝不内耗的道理，只要大梁外公招惹到他，就会一声怒吼，大声告诉全世界这里有人欺负自己。而当清洁想要检查媚猪的牙齿时，小家伙先是左右摇晃脑袋表示抗拒，随后直接啊呜一大口咬住对方手指。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小熊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有次媚猪迷迷糊糊的冲身旁愤怒咆哮，结果直接误伤刚从外面回来的妈妈，搞得萌萌还以为自己偷懒的事被发现了，赶紧心虚的叼起媚猪回到角落里喂奶。而媚猪似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在此之后妈宝女在妈妈面前更乖巧了。当半睡半醒的菊萌萌和她交换唾液时，小家伙眨巴着大眼睛，乖得像个玩偶。此外，媚猪双手捧脸呼呼大睡，以及划拉着软趴趴的四肢爬行的画面，简直可爱到爆，直接戳中依依的心巴。难怪长隆饲养天团都如此喜欢它们。中秋节媚猪得到熊生首个礼物，一个精致小巧的熊猫头灯笼。也有网友表示，媚猪的第一个丰容是地板，就是说夺笋那地板公主早已是过去式了。虽然如今媚猪走路都还跌跌撞撞，但并不妨碍奶爸奶妈铺天盖地的爱，直接给媚猪安排了熊生第一个木马。能看出小家伙很感兴趣，只是不太会玩，强烈建议让我进去教教他。希望小家伙在奶爸奶妈的照顾以及妈妈萌萌的宠爱下健康成长，熊生顺顺利利，幸福快乐哦。